把搞钱当主业，把打仗当副业，越南军队为了赚钱有多疯狂？从地产基建到通信物流，从银行外贸到金融石油，越南军队可谓琴棋书画唱跳 rap 样样精通，哪里赚钱就往哪里钻，如同一个有枪有钱及党争精要于一体的超级财阀。可唯独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不务正业。那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怕是一个都玩不明白，但在豪上，他们可谓玩到了极致。前几年，越南军事代表团赴俄罗斯考察一事曾引发热议，原因无他，里面的一名女军官竟明晃晃地手挎一款 LV 手袋，在背盒上，她略微扬起的下巴和睥睨众生的高傲神情，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刚逛完巴黎时装周。而这在越南军队中不是个例，越南军队中能买得起奢侈品的大有人在，因为他们这一身行头就是妥妥的印钞机。在如今各国都为了高昂军费发愁的时候，越南军队不但能养活自己，还能反过来补贴财政经济。而这种躺着就能赚钱的快活日子，越南军队显然已经不想丢掉了。那么问题来了，曾经在丛林中神出鬼没，打得美国佬晕头转向的越共军队是如何走上玩命挣钱的道路，并发展到如今财大气粗、富可敌国的规模的？越南又为何迟迟不叫停军队经商？越南军队经商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最初的形式较为单一，主要是利用苏联、中国军事援助的运输船，采购民用商品返销国内，以此补贴军费。到了80年代时，好不容易从战争泥潭中脱身的越南转身一看，国内的经济状况不能说是一塌糊涂，只能说是死气沉沉，仿佛虚弱的就剩一口气了。越战时期，北越将工业设施集中部署于中越边境，以规避美军轰炸。但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这些设施就成了首要的打击目标，越北的工业基础基本被连根拔起。1979年，其粮食产量同比骤降23%，北部农田荒废，再加上战争结束后人口激增的浪潮，致使130万越南难民食不果腹，流离失所。屋漏偏逢连夜雨，自1980年开始，苏联也减少甚至渐趋中断了对越援助，使其原本就糟糕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诸多因素叠加到一块，导致越南国家财政陷入了深重困境。唯一的好消息可能就是美军撤离后，东南亚周边的安全环境得到了较大的缓和，越南不必再维持过于庞大的军队规模。为了尽快振兴经济、挽救民生，越南政府最终做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将军队由120万人裁撤至57万人，并允许军队下海经商。为了促进经商，还将民间大量耕地划给军方，允许他们插秧种树、种植烟草、咖啡、水稻等农作物。除了满足内需之外，还以此对外出口赚取经费。很快，越南军队就从中挣到了第一桶金。自那以后，尝到甜头的越南军队便开始了广泛参与房地产、基建等商业活动。1993年，越南军队还成立了军事商业股份银行，将触手伸向了金融业。理财储蓄并非这家军事银行的唯一业务，它的诸多子公司还分管着大量其他的业务，从债务管理到资产开发，从债券投资到证券交易，几乎涵盖了整个金融产业。有了银行做靠山，越南军队就能腾出手来干更大的买卖。这不，他们很快就盯上了一个油水巨大的产业——房地产。越南工程兵成立了名为龙罗工程建设控股公司的地产公司，这家公司不但搞房地产，还参与越南国内的大型工程建设，承包的项目分布在越南各地。当然，这家公司也只是越南工程兵成立的众多企业之一。要说这越南军队旗下最为出名的企业，莫过于越南军用电子电信公司，其不仅为军队提供服务，还广泛涉及民用通信领域。由于直接背靠越南国防部，它已经成为越南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占据了越南电信市场约54%的份额，其产值更是一度占越南军队经商总收入的60%以上，是越南军方创收的主要经济体。它不仅垄断了越南国内的通讯市场，还把业务扩展到东南亚各地，老挝、柬埔寨等国家都设有其分公司，并依靠其广泛的受众范围，跻身全球第6大5G 网络设备商。除了垄断通讯业，越南军方还搞起了物流。越南军队电信工业集团的旗下就拥有一家全国邮政行业排名第2的邮政集团。由于这家公司隶属于越南运输部队，因此享受着一个足以缠顾其他普通邮政公司的福利，比如无需上缴过路费，全国畅通无阻。这使得这家公司生来就具备着巨大的竞争优势。背靠国家军队，享受免税特权，随意垄断市场，不难想象，越南军队的经商赚钱能力达到了一个十分恐怖的量级。根据越南军事部门提供的数据，2014年越南军队所有企业和公司总收入为292万亿越南盾，且依然保持上涨的势头。到了2024年，越南军方企业的年营收总额就突破了200亿美元，相当于每名军人年创收4万美元，为越南贡献了约10%的 GDP。坐拥年收入200亿美元的商业帝国，可以说越南军队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军队，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挣钱机器。由于越南军队高层满脑子只想着挣钱，导致士兵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打工或去打工的路上，大量训练荒废，即使偶尔训练也都捡着简单的走个形式。
复杂的训练干脆就直接跳过了，毕竟他们的长官或可能都不会。这种奇葩的训练氛围自然难以训练出能上战场的精锐士兵，对于他们而言，比起扛着烈日暴雨去武装拉练赚钱和花钱，显然更能吸引人。为此，不少越南士兵都自嘲道，比起操作武器，我更擅长操作咖啡机。曾在越南战争期间修建胡志明小道，维持了北越军队稳定后勤供应的第559军，如今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工兵大队，从桥梁公路到港口铁路，只要价钱到位，第559军几乎照单全收。在这样的风气下，第559军内部士兵的梦想也不是所谓的杀敌报国、为国捐躯，而是期望自己某天能被派去一家合资企业打工，这样就能挣不少钱，而且往往是美元。即使赚的裤腰带都镶上了金边，越南军队高层也不愿意往正经地方砸钱，而是在销金窟温柔乡中醉生梦死。在胡志明、河内等大城市，经常能看到财大气粗的军官们驾驶着豪华进口轿车，结伴出入夜总会，玩累了就回到自家装潢豪华的别墅休息。一些军官还把军队企业营房租给商人开厂设店，还有些人直接从自己经营的企业中领取军饷。即便是提升军队战斗力这么重要的问题，越南军队高层也是能省则省。长期以来，越南军费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远低于东南亚邻国。那军队赚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都被军官们给中饱私囊了，投入国防建设想都甭想。正如俄媒评论，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可能还不如他们的会计部。就拿战斗机来说，尽管近些年来越南也没少花钱购置新型战机，但越南军备的大头依旧是苏22、苏27等上世纪的苏联军备占据着，整体战斗力恐怕不容乐观。去年4月，越南央视军事栏目记录了越南空军苏 30MK2V 进行投弹训练的画面。从公布的镜头中不难看出，越南战机的后座舱，也就是武器操纵员位置上的设备已经相当老旧了，几乎跟20年前不相上下。这说明战机服役20年当中没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升级。面对每况愈下的军队战斗力，越南政府不是没有想过限制军队经商，而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调领这支军队的能力。简单说，就是想管也管不了。2007年1月15号至24号，越共10届4中全会在河内召开，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政策莫过于这一条：禁止党的机关、军队、公安等部门经商办企业。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利益集团正式固化的情况下，越南军队已经不可能丢掉躺着就能挣钱的快活日子。随着占国会议席多数的军方代表投出否决票，军队与企业脱钩的计划最终不了了之。在整治军队经商这件事上，越南政府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能挣钱的才是大爷，更何况人家手里还握着兵权呢，最后只能是人家说了算。直到如今，越南军队中的腐败乱象依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2022年，越南国防部起诉包括前海岸警卫队司令阮文山在内的7名海警高官，指控他们通过虚报29个采购项目，套取50亿越南盾的非法所得，还按军衔等级瓜分赃款。不难看出，越南军队经商问题积弊已深，改革面临巨大阻力。尽管2025年新上任的越南政府展现出较强改革意愿，但在国防需求与经济现实的双重约束下，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仍需长期努力。从曾经打跑美国人的游击精锐，到如今披着军装、张口资本闭口挣钱的市侩商人，越南军队放权经商的经历，成为深刻警示各国军队的反面教材。1986年，在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刺激下，越南也走上了改革之路。然而，越南的开放之路是越走越宽，甚至从经济上走到了政治上，有全盘西化的可能。据此有些人提出疑问：如果越南真的全盘西化了，那它是会成为靠西化实现经济奇迹的韩国，还是因为要西化而走向衰败之路的乌克兰呢？越南在独立后和我国一样，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86年，在看到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后，越南也进行了改革开放。到2001年，越南已经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越南在坚持民族特色和向西方学习之间，选择了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国学习。因此近些年，越南从政治到经济西化严重。实际上，在与美国正式建交之前，越南与美国之间呢是有着血海深仇。但为了发展经济越南还是希望攀上美国这棵大树。1995年，美越两国正式建交，美国和越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2013年7月，两国还开展了全方位合作机制。随着和美国的关系不断加深，越南的经济实现了大踏步的增长，越南也更加迅速地融入了国际社会。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越南也发现自己对西方社会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依赖，尤其是在加入一些组织，如越南欧盟自贸区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越南对西方国家的依赖越来越大。
西方国家仗着越南对其的依赖，经常在发展经贸关系中附加一些政治条件，比如改善人权、言论自由、实行民主等等。为了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的政治和舆论压力，并且切实解决国家发展中越来越突出的一些固有的政治体制弊端，越南最终决定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2013年，越南政客提出修宪建议，其中有实行民主化、多党制、军队非党化、三权分立等要求，并且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响应。2016年越南首次实行了全民选举。2019年，越南的新劳动法中允许建立西方式的工会，也可以成立独立工会。2020年，越南废除公务员终身制。2021年，越南还决定开始实行普选，进一步推动自己的政治民主化改革进程。不仅如此多年来，越南、美国两国之间多渠道的文化交流活动，也让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越南不断推广。据美国驻越使馆的报告称越南80年以后的人群思想已经非常接近西方了，美国化在越南青年一代中越来越普及。越南如今的发展历程已经越来越像当年的韩国和乌克兰了。自1986年走上改革之路后越南的西化是越来越严重，这与当年的韩国和乌克兰很像。那么未来的越南是做下一个韩国还是下一个乌克兰？同样是走上全盘西化之路韩国缔造出了汉江奇迹这一光辉历史，而乌克兰却走到了如今危机四伏的局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后的30多年里，韩国不仅摆脱了贫困，实现了经济持续稳定高速的发展，并且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实现腾飞，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的原因。内部原因来说除了发挥市场机制，政府也对经济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干预，通过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为经济发展创造出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条件。但韩国能够在短时间里崛起还有不容忽视的外部原因。韩国兴起的时候刚刚处在以电子科学为核心技术的第4次科技革命，全世界的发展都呈现出十分强劲的势头，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大也在刺激各国贸易秩序增长。此时的美国为了布局全球战略，加大了对韩国的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援助，使韩国能够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美国的扶持下，韩国政府迅速地调整发展战略，开拓国际市场，参与世界竞争，以外贸出口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之后呢，韩国又抓住时机实现产业升级，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技术密集型产业，也为之后进军国际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的来说韩国的发展有西方资本的扶持，也有其自身的合理规划，更重要的是抓住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机。而反观乌克兰在独立之初，综合国力仅次于俄罗斯，更有苏联粮仓的美名。但是在独立以后，乌克兰就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资本主义，而这条路让乌克兰成为了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在独立之初，乌克兰为了彻底改变经济形势，采用了休克疗法、掠夺性的证券私有化等，导致了寡头经济的崛起和大规模的贫困。在之后的经济发展中乌克兰也没有选择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而是选择了依附型资本主义，如依赖外国资本、变卖国有资产等。这种政策导致了经济的发展不能立足于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此后30多年以来乌克兰国民财富不断缩减，只有寡头和大资本家获得了实际利益，而民众呢却生活困顿，贫富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在政治上，为了靠近西方，乌克兰自我进行了多次民主化改革，结果导致了3场颜色革命。此后呢，乌克兰被推上政治舞台的都是美国中意的政客以及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寡头，这也导致乌克兰政坛腐败严重，成为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如今的乌克兰已经变成了政治表态优先于关注经济和民生的发展，这样不仅让国家失去了发展的良机，而且民不聊生，最后也导致了乌克兰先后陷入内战和俄罗斯的战争中。越南自从改革开放后西化是越来越严重，这与当年的韩国和乌克兰很像。有人不禁提出疑问，未来的越南是下一个韩国还是下一个乌克兰呢？如今美国对越南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越南又会走向何方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美越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决定了美越的关系难以有突破性的发展。美国虽然不断地向越南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但是越南的反和平演变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美国因为不断对越南施压，促使其改善人权，反而强化了越南反和平演变的决心和力度。近些年由于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反和平演变战略已经排到了维护领土主权之前，仅排在发展经济的后面。越南对于意识形态的护卫决定了其成为乌克兰的可能性不大。除此以外，越南虽然和美国亲近，但其奉行的根本战略还是大国平衡战略。越南想借美国来限制中国，但也从来没有放弃深化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享受中国崛起的红利。而且与中国保持政治关系，也成为了反和平演变的助力。越南从来没有失去对美国的戒备之心。在美国方面，主张不要与越南走得太近的观点始终存在，因为越南离美国太远，况且以越南的实力来遏制中国也是不现实的。再加上美越贸易一直以来的不平衡，都让美国限制了和越南关系的持续深入发展。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越南一定不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越南有自己很清晰的发展方向，但是想要借助美国实现经济的迅速腾飞，成为第二个韩国，对越南来说也是十分困难的。当前的越南虽然已经实现了从最贫穷的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的国家，但是发展中的劣势依然十分突出。首先，越南的经济结构单一且低级。目前的越南经济依旧是以农业为主，工业化水平，尤其是重工业水平依旧较低，更不用说什么高新技术产业。在这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越南的发展。不像我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再加上广阔的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我国的经济改革才能取得如今的巨大成就。越南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依旧非常薄弱，这就直接导致越南很难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只能以廉价劳动力来吸引外商投资。这一原因也导致了越南制造业很难有突破式的发展。自身实力不够硬，再加上错过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机，也注定越南无法像韩国一样实现经济的迅猛发展。另外，越南因为在意识形态上防范美国，在政治上也不绝对站队美国，自然也不会像被美国驻军的韩国那样获得美国过多的经济支持，所以越南不会有韩国那样的汉江奇迹。如今的越南依然在西化的路上前进着，但是也相信越南政府会有正确的判断和清醒的选择。至于越南未来到底会走向何方，我们可以拭目